昨天又见，今天又见，我们天天相见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伟哥。入秋后，身边有不少的女性朋友开始着手护肤，肌肤明显变得干燥，所以补水尤为重要。今天我就用山药和银耳来和大家分享好吃的，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干银耳、大枣、枸杞、山药、白糖。首先，我们先来泡发银耳。我们可以加入适量的白糖，白糖可以促进银耳吸水，使银耳快速出胶。再加入温水，水温不要太高，不然银耳中的营养容易流失，而且会破坏胶质。浸泡的时候记得将银耳根部朝上，这样才能够保证银耳全部都浸泡在水里面。银耳在煮之前一定要充分泡发，这样里面的胶质才容易被熬煮出来。而且泡好的银耳煮起来时间也相对较短，所以浸泡的时间一定是在半个小时以上。接下来我们准备1碗大米，加入清水，把大米淘洗干净，轻轻抓揉几下即可，不要过分淘洗。然后加入清水，把大米浸泡10分钟左右。现在准备几个大枣，1把枸杞，加入面粉，再倒入清水，把红枣皮浸湿。我们把红枣搓洗干净，倒入清水冲洗。尽量多换清水清洗2遍，这样会更加的干净。然后控水捞出，装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来看看银耳浸泡的怎么样了。哇，完全泡开了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先不要将银耳撕成小朵，我们先来清洗一下银耳，加上少许的面粉，再加入1勺食盐，把银耳抓洗干净。食盐可以有效的杀菌，而面粉可以吸附表面的杂质，这样洗出来的银耳才更加的干净。最后多换水清洗几遍，把面粉完全的清洗掉。这样银耳不需要撕成小朵，也可以被清洗得非常的干净了。然后装入盆中，我们先用剪子把银耳的根蒂剪掉。银耳炖煮的时候尽量撕成小一点的块，块越小越容易出胶，吃着口感也更好。因为银耳的胶质是从我们撕碎的叶片边缘流出来的，撕得越碎，与水的接触面积越大，煮的时候也越容易粘稠。就像这样。接下来准备1口砂锅，我们把银耳倒入锅中，跟着把大米连同泡米水一起倒进来，搅拌均匀。煮银耳一定要冷水入锅，这样可以使银耳更加的受热均匀，从而快速出胶，口感更加的润滑。然后迅速打圈，搅拌1至2分钟，这样可以使银耳之间产生摩擦，从而快速出胶。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。烧开之后，用勺子搅拌搅拌，防止糊锅底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，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现在我们把红枣加进来。用小火慢炖20分钟。这个时间我们准备1根山药，先把山药的外皮削下来。会对山药皮过敏的朋友，可以像我这样，用1根筷子固定住山药，
然后再进行削皮，这样就不会沾到手了。山药过敏主要是皮上含有一层皂角质，所以我们只要确保不会有触碰到就行。削好皮，跟着我们先用温水冲洗一下山药，用热水冲洗，山药上的皂角质就会被破坏掉。这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随意的拿捏3样也没有问题了。接下来我们把山药用刀背拍碎，这样方便熬煮，也更容易煮透。山药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一种食物，秋天多吃一些山药是非常好的。现在先装入盘中备用。我们来看看这边，已经可以看到里面的胶质感了。期间我们也是需要不停的搅拌的，这样有助于银耳快速出胶，汤汁也会变得更加的浓稠。出锅前10分钟，我们再把山药加进来，再加入少许的冰糖调味。山药不需要放得太早，放早了营养不容易被完整的保留。盖上盖子，小火熬10分钟，盖子不要盖实，不然容易溢锅。出锅的前1分钟，把枸杞放进来，搅拌搅拌，再煮1分钟。还有一句老话说，想要甜先加点盐，最后可以少放一点点盐，这样更能够突出山药银耳羹的甜。这样一锅浓浓胶质的银耳山药羹就熬好了。立秋后逐渐变得干燥，我们就可以经常熬这样的滋补粥来喝。这是一款适合全家老少都可以喝的粥，滋补去燥，秋天喝再好不过了。每吃一口都是甜甜蜜蜜的，每当凉意袭来的时候，喝上几口，全身都舒服了。对于女性朋友而言可太友好了。另外还有一句话要说的是，如果你的砂锅过小，一下子可能放不了太多的水，最后可能会出现加入其他食材的时候水不够太过浓稠的情况，那么中途是可以另外加水的，但是一定要是开水，加凉水会导致水温下降，刺激银耳细胞壁收紧，最终影响出胶率，降低食用口感哦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帮忙给我点个赞，并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了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？下个视频中，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